馬斯克的火箭要撞月球了。沒錯，就在北京時間8月5日14點35分左右，一枚來自 SpaceX 獵鷹9號火箭3.9噸重的第二級，將以每秒2.43公里，接近每小時8750公里的速度，撞向月球正面的愛因斯坦陨石坑。消息傳出後，不少人第一反應都是：壞了，月球不會被撞壞吧？會不會把月球撞偏呢？以後地球會不會受影響？還有真正離譜的是，這場撞擊竟然沒有任何人準備阻止。相反，全球不少科學家早就把望遠鏡對準了月球，就等着這一刻到來。一邊是網友擔心的睡不着，一邊是科學家興奮的等着看。同一件事兒，為什麼會有兩種完全相反的反應？事實上，這枚即將撞向月球的火箭，早在1年多以前就已經完成了自己的使命。時間回到2025年1月，獵鷹9號從美國發射升空，它當時執行的任務是把美國藍幽靈和日本 HA Kuto RM2 兩台月球着陸器送往月球。後來，兩項任務都按計劃繼續推進，其中藍幽靈還成功登陸月球，完成了一系列科學探測。也就是說，這次發射從頭到尾都是成功的。那問題來了，既然任務成功了，為什麼不把它收回來呢？很多人都知道獵鷹9號可以回收，但這裡有一個特別容易誤解的地方，真正能飛回來的只是第一級，就是發射時把整枚火箭送出大气層的那一节，而今天要撞月球的是第二级，它負責的是最後一段任務，把探測器加速送上奔向月球的軌道。等任務完成時，它的燃料基本已經耗盡，使命也結束了。有朋友就会問了，為什麼不多帶一點燃料，讓它自己飛回來？因為火箭不是貨車，它能帶的重量是固定的，如果多帶1公斤燃料，就要少帶1公斤科學設備。對於一次月球探測任務來說，每1公斤運力都極其昂貴，所以絕大多數升空任務的第二級，在完成使命之後，都會留在太空，而不是返回地球。它只是完成任務後，繼續沿着自己的軌道繞着地球飛行。可新的問題來了，既然它燃料耗盡，沒有動力，也沒人駕駛，為什麼最後撞上的偏偏是月球，而不是撞上地球呢？會不會是被月球把它吸過去了？其實恰恰相反，月球的引力只有地球的大約1/6。如果真要比誰更能吸，月球根本不是地球的對手。那會不會是 SpaceX 最後遠程操控，讓它故意撞向月球？同樣不是。前面說過，因為當運輸任務結束時，這枚火箭第二級的燃料幾乎已經全部耗盡，它早已沒有能力再改變自己的軌道。其實啊，真正決定它命運的是在1年多以前，當他把2台月球着陸器送上奔月軌道的那一刻，他自己的結局也已經基本寫好了。但是即將如此精準地撞上月球，實屬有些意外。因為它的軌道的形狀是一個很扁的橢圓，其遠地點大約在51萬公里，而月球距離地球的平均距離約為38.4萬公里。也就是說，它的軌道的最高點比月球軌道還要遠，所以這條軌道必然會從月球軌道上穿過去。它繞地球一圈大約需要26天，在它長達1年多的漂流中，大多數時候它經過軌道交叉點時，月球並不在那裡。但是在2026年8月5日，當它再次運行到這個交叉點時，月球也剛好運動到了這個位置。於是這場邂逅就變成了致命的撞擊。所以這次撞擊是軌道幾何上的必然與時間上的偶然相結合的結果。說到這裡，很多朋友就緊張了。一枚幾噸重的火箭，以接近每小時8750公里的速度撞向月球，真的不會把月球撞壞嗎？真的不會把月球撞偏嗎？這樣說吧，決定撞擊威力的不只是速度，還有質量。這枚火箭第二級只有3.9噸重，而月球的質量大約是7.35乘10的22次方千克，兩者相比相差20多億倍。如果把月球比作一口直徑1公里的大鐘，那麼這枚火箭甚至連1厘米都算不上。它最終只會在月球表面留下一個直徑20至30米、深約5米的新隕石坑，揚起高達75至96公里的塵埃雨流。所以我給你保證，它不會把月球撞壞，不會把月球撞偏，更不會影響地球上的潮汐。你放10000個心吧。那麼科學家為什麼如此興奮呢？是撞月球好玩嗎？那肯定不是。科學家興奮的是坑裡飛出來的東西。
因為月球沒有空氣，很多埋藏在地下的物質已經安靜躺了幾十億年，平時人類很難看到它們。可一旦撞擊發生，地下的月壤會被瞬間拋向高空。對於科學家來說，這就像有人突然幫你翻開了一本塵封幾十億年的歷史書。而且更難得的是，這次他們知道它什麼時候翻開，知道在哪裡翻開，甚至知道是誰把它翻開的。所以美國、歐洲、日本等多個觀測團隊早早就把望遠鏡對準了月球。他們等待的不是一場爆炸，而是一次難得的科學觀測機會。事實上，早在2009年 ，NASA 就曾主動讓 Alcross 任務撞向月球。最終，科學家正是通過分析撞擊揚起的月壤，首次確認月球存在大量水冰。而這些水冰未來不僅可以變成飲用水，還能制取氧氣，甚至制造火箭燃料。對於未來建立月球基地來說，它的重要性幾乎怎麼強調都不過分。所以你會發現，這次事件真正值得關注的，並不是火箭撞月球，而是撞擊之後，人類還能從月球獲得什麼新的答案。8月5日，當這枚獵鷹9號第2級結束自己最後一次飛行時，轟然撞上月球後，它留給人類的也許不是一個普通的撞擊坑，而是一把繼續打開月球秘密的鑰匙。最後說一下，這次撞擊對於天文愛好者，雖然肉眼無法看到撞擊閃光，但專業天文台和擁有足夠設備的業餘愛好者還是有可能捕捉到撞擊產生的閃光或塵埃雨流。所以請鎖定本頻道，關注後續，一起期待吧。這裡是宇宙之思，宇宙很大，人類很小，但是探索星辰大海，我們從未停步。